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发生在一个跨海婚姻家庭中。故事的主角是来自东北农村的王小柔，一个命途多舛却依然坚强的姑娘。说实话，每当我遇到像小柔这样的女孩子，我就觉得这世界真是太不公平了。但也正是这些经历过风雨的女孩子，往往懂得珍惜幸福，创造幸福。小柔今年25岁，清秀可人，有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，笑起来温柔的能融化冰雪。可这么好的姑娘，命运却一直捉弄她。小柔的童年如同一场噩梦，父亲赌博成瘾，整日酗酒打人，母亲忍受多年家暴，最终因伤势过重不幸离世。那时的小柔才8岁，小年纪就失去了母亲，被送进了福利院生活。天啊，太惨了吧！每次我讲到这里，都能看到听众们眼中的心疼。福利院的生活虽然简单，但至少有了安全感。可天有不测风云，16岁那年，小柔被骗说有人愿意收养她，结果落入了人贩子的圈套，被拐卖到偏远山区。那段日子，小柔不愿多提，只说是靠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，在一次劳动时抓住机会逃了出来。逃出来后的小柔靠着打零工供自己读完了中专，学了计算机和烹饪。小柔特别喜欢烹饪，因为她说做菜的时候能暂时忘记那些不开心的事。做菜就像变魔术，把生冷的食材变成香喷喷的美食。这种掌控感和成就感是她人生中少有的快乐源泉。小柔的命运转折点出现在她22岁那年，她在一家东北餐厅做帮厨，偶然结识了来大陆出差的台湾青年林家豪。家豪是台北一家科技公司的工程师，家境殷实，为人憨厚老实。我第一眼看到家豪，就觉得他和别人不一样。小柔说，他不像很多人看不起我，是乡下来的，也不像有些人怀着不纯目的接近我，他就是单纯的欣赏我的坚强和乐观。两个人从相识到相爱，经历了不少波折。家豪的父母一开始极力反对儿子找个大陆新娘，他们担心文化差异，也怕小柔是冲着台湾的经济条件来的。这种顾虑不是没有道理，毕竟两岸婚姻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，但爱情的力量是强大的。家豪坚持要和小柔在一起，经过2年的异地恋，家豪终于说服了父母，小柔也顺利拿到了赴台证件。去年，两人在台北举行了简单而温馨的婚礼。哎呦喂，你们是不知道啊，小柔刚到台湾时那个水土不服，简直了。小柔笑着跟我讲述她刚到台湾的趣事，不仅是气候不同，语言习惯、生活方式，甚至是使用的家电都有差异。最让小柔头疼的是台湾婆婆林妈妈。林妈妈是个典型的台湾传统妇女，对儿媳妇要求极高，尤其是对来自大陆的儿媳更是关注。每天早上6点准时起床，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，每餐饭必须准点，而且菜式荤素搭配要合理。林妈妈不是坏人，小柔很客观的评价，她只是太在乎家豪了，怕我照顾不好她。小柔最初的日子并不好过，她发现台湾和大陆虽然同文同种，但饮食习惯却大相径庭。台湾人喜欢清淡精致的料理，讲究原味，而东北菜则以浓郁大气，调味重见长。第一次做菜给婆婆吃，我做了拿手的东北乱炖，结果婆婆只吃了1口就皱眉头，说太油太咸。小柔回忆道，我心里那个委屈啊，但又不敢说什么。婆媳关系的紧张在所难免，小柔感觉自己就像生活在放大镜下，每一个举动都被婆婆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。林妈妈虽然表面客气，但眼神中的不信任让小柔如坐针毡。有一次，我听到婆婆和她姐妹说话，说什么大陆妹只是冲着台湾的钱来的，还说我们东北人都很彪悍，不讲卫生。我在厨房听了，差点哭出来。小柔回忆起来还是很难过，真相难辨，误会难解。小柔不知道该如何改变婆婆的看法，只能默默忍受。幸好家豪很理解她，总是站在她这边，给她安慰和鼓励。家豪说，妈妈那一代人对大陆的印象还停留在很早以前，认为大陆都是农村，都很落后。小柔摇摇头，其实现在大陆发展的多快啊，很多城市比台北还繁华呢。但是老一辈的观念很难改变。小柔也理解婆婆的担忧，毕竟两岸确实存在差异，而且媒体报道的跨国婚姻问题也不少。
她决定用行动证明自己，展示真实的自己，而不是婆婆想象中的大陆妹形象。机会终于来了，家豪父亲60大寿，全家人都要聚在一起庆祝。按照台湾习俗，这种大日子要吃长寿面，还要有长寿菜。林妈妈因为要招待亲友，忙得不可开交。小柔主动请缨要帮忙，我能不能试试看做一些菜？小柔小心翼翼地问婆婆。林妈妈迟疑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你会做台湾菜吗？我可以学。小柔坚定地说。于是小柔开始了她的台式料理探索之旅。她上网查资料，跟家豪讨教，甚至偷偷观察婆婆做菜的手法。她了解到台湾菜注重食材的鲜美原味，调味要精准不夸张，菜式讲究色香味俱全。特别是台湾人煮长寿面和东北人的面条做法完全不同，东北人的面条通常煮得软烂入味，而台湾的面条则要保持韧劲，汤头要清澈鲜美。婆婆最拿手的是三杯鸡和客家小炒，我一定要学会。小柔暗下决心，准备的日子里，小柔每天都起得比婆婆还早，默默在厨房研究，失败了无数次，厨房里常常飘出一股焦味，但她从不气馁。家豪成了她最忠实的试吃员，不管好吃难吃，都给予鼓励。你知道吗？台湾的三杯鸡和我们东北的红烧鸡差别好大，三杯鸡用的是麻油、米酒和酱油，香气特别不一样。小柔跟我分享她的烹饪心得，眼睛里闪烁着热情的光芒。终于到了公公生日当天，亲朋好友都来了，家里热闹非凡。林妈妈忙前忙后招待客人，小柔则按计划默默在厨房准备她的惊喜。她精心准备了3道菜：台式三杯鸡、客家小炒和一道融合了东北与台湾风味的创新菜——荷叶糯米蒸排骨。长寿面更是下足了功夫，汤头用鸡骨和蔬菜熬制了3个小时，清澈而不失鲜美。当小柔端着菜肴走出厨房时，全场安静了下来。林妈妈惊讶地睁大了眼睛，其他亲友也都投来好奇的目光。这是你做的？林妈妈难以置信地问道。小柔点点头，有些紧张地说，我想为公公准备一些特别的菜，希望大家喜欢。众人开始品尝，先是安静，然后逐渐响起赞叹声。哇，这三杯鸡做的比外面餐厅还道地，客家小炒的火候刚刚好，不愧是东北媳妇，炒工就是扎实。这个荷叶糯米蒸排骨我从来没吃过，但太好吃了。最让小柔紧张的是婆婆的评价。林妈妈先是尝了三杯鸡，然后是客家小炒，最后是那道创新菜。她的表情从惊讶变成了思考，最后她笑了。没想到你这么用心，林妈妈说，这三杯鸡的味道和我母亲做的很像。这句话对小柔而言胜过千言万语的夸奖，她知道这是婆婆最高的肯定。饭桌上气氛前所未有的和谐，林妈妈向亲友介绍，这些都是我儿媳妇做的，她从东北来，特别能干。听到这话，小柔差点感动得掉下眼泪。多少个日夜的努力，终于得到了认可。饭后，林妈妈把小柔拉到一边，拍了拍她的手说，对不起，我以前有些偏见，我一直以为大陆那边。她停顿了一下，似乎在斟酌用词。小柔笑着说，我知道您担心什么。确实，大陆和台湾有很多不同，但我们都是中国人，有共同的文化根基。而且现在大陆发展得很快，很多地方比台湾还繁华呢。是啊，林妈妈若有所思，我去年跟你公公去上海旅游，看到那些高楼大厦，还有那么多时尚的年轻人，确实和我想象的不一样。从那天起，婆媳关系开始迅速转变。林妈妈开始向小柔请教一些东北菜的做法，小柔也虚心学习台湾家常菜的精髓。他们甚至一起研发了几道融合两地特色的新菜式，成为家里的招牌菜。知道吗？我现在和婆婆的关系特别好，就像亲生母女一样。小柔幸福地告诉我，她还带我去参加他们的麻将局，向姐妹们炫耀有个这么能干的大陆儿媳。不仅如此，林妈妈还改变了对大陆的看法，她开始关注大陆的新闻，对大陆的发展表示赞叹，还计划带着老姐妹们一起去东北旅游，感受冰雪风情。最感动的是，小柔说，有一次我听到婆婆在电话里为我辩护，她朋友说大陆妹都是冲着钱来的，婆婆立刻反驳说，你别胡说，我儿媳妇从小吃苦长大，比很多台湾女孩子都坚强能干。
她嫁给我儿子是我们林家的福气。听到这话，我在厨房里偷偷哭了。小柔的故事其实才刚刚开始呢。婆媳关系的冰山虽然融化了，但真正建立深厚的信任还需要时间。正所谓一顿饭不能解决所有问题，日常生活中的磕磕碰碰依然存在。说实话，能改变一个人根深蒂固的观念真的很不容易。林妈妈虽然嘴上认可了小柔，但心里的那道坎还没完全迈过去。这不，公公生日宴之后没多久，就出了一件小插曲。有一天，小柔发现家里的一对传家玉镯不见了。这对玉镯是林家祖传的，价值不菲。林妈妈急得团团转，虽然没明说，但眼神中的怀疑让小柔心如刀割。我真的没拿啊！小柔委屈地跟家豪哭诉，我知道那是你们家的宝贝，我怎么可能动它？家豪完全相信小柔，但他也很为难，不知道该如何向母亲解释。就在家里气氛紧张的时候，林爸爸在整理旧报纸时，发现玉镯被林妈妈自己包在报纸里收藏了，只是她忘记了这回事。哎呀，原来是我自己放的。林妈妈尴尬地笑笑，记性真是越来越差了。虽然玉镯找到了，但这件事还是在小柔心里留下了阴影。她难过地想，做再多菜都没用，在婆婆心里，我永远都是个外人，还是个不可信任的大陆妹。小柔决定搬出去住，她跟家豪商量，想租一个小公寓过二人世界。家豪起初不同意，觉得这样会让父母伤心，但看到小柔日渐消瘦的脸庞，他最终点头答应了。我们先租1年看看，家豪安慰小柔，等大家都冷静下来，再考虑搬回去。听说儿子要搬出去，林妈妈大发雷霆，你这是被那个大陆妹挑拨离间，我们台湾人讲究孝道，哪有新婚就搬出去住的道理？小柔默默流泪，但她没有反驳。在她看来，暂时分开住或许是最好的解决方案。搬出去后，小柔开始找工作。凭借着计算机专业的背景和认真勤奋的态度，她很快在一家台湾的互联网公司找到了工作。虽然起初只是个助理岗位，但她干劲十足，常常加班到深夜。工作中，小柔认识了许多台湾同事，也更深入地了解了台湾文化。他发现台湾人工作讲求细致和创新，而不是他以前在大陆工作时那种快准狠的风格。适应了一段时间后，小柔的工作能力得到了上司的认可，很快就升职为项目助理。我太佩服小柔了。他的台湾同事阿轩对我说，他不仅工作能力强，还特别有亲和力。我们办公室的人都很喜欢他，完全看不出他是大陆新娘。他比我们想象中的大陆人文明礼貌多了。听到这话，我笑了，这就是偏见啊。其实两岸民众都有各自的优点，并没有谁更文明或者更粗鲁的说法。小柔和家豪的小家越来越温馨，家豪看到妻子在工作上的成就，非常支持他的事业发展。两人一起打拼，攒钱准备将来买房子。在台湾，房价高企是年轻人的一大难题，但小柔却比许多台湾本地年轻人更有干劲。我吃过的苦，经历过的困难，比很多人都多。小柔坚定地说，所以我更珍惜现在的生活，更不怕吃苦。然而，与林家的关系依然是小柔心头的一根刺。每周末，小柔和家豪都会回林家吃饭，饭桌上，林妈妈总是有意无意地提起那些靠台湾老公发财的大陆女子，或者抱怨某某亲戚的大陆儿媳如何不懂事。我真的好累啊。小柔常常在回家路上对家豪倾诉，我已经那么努力了，为什么婆婆还是不能真心接受我？家豪也很无奈，我妈那一代人就是这样，他们对大陆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，给他一些时间吧。转机出现在小柔来台1周年的时候，那天晚上，林妈妈突然打电话来，声音颤抖，小柔啊，你公公刚才突然倒下了，我们在台大医院，你们快来。小柔和家豪立刻赶到医院，林爸爸因为突发脑溢血，需要立即手术。手术同意书上需要家属签字，林妈妈却因为过度焦虑，手抖得拿不稳笔。妈，让我来吧。家豪正要接过笔，林妈妈却摇摇头，让小柔签吧。林妈妈突然说，她字写得好，头脑也冷静。这个决定让所有人都愣住了。在台湾，让儿媳妇代表家庭在如此重要的文件上签字，意味着对她的极大信任和认可。
小柔深深感动，郑重地在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手术进行了4个小时，林爸爸终于脱离危险。那几天，小柔寸步不离地守在医院，照顾公公，安慰婆婆，处理各种事务。她的冷静和能干赢得了林家亲友的一致赞许。你知道吗？林妈妈在医院走廊上拉着小柔的手说，我一直以为大陆姑娘都是来台湾淘金的，来了就想着怎么拿钱回大陆去。但你这1年来的表现，让我彻底改变了看法。你比很多台湾女孩子都懂事，都能干。小柔眼眶湿润，妈，我嫁给嘉豪不是为了什么台湾的钱，我只是爱他这个人，我想和他一起努力，创造我们自己的生活。我现在终于相信了。林妈妈叹了口气，其实我早就该明白的，看你这么能吃苦，这么上进，哪是那种只贪图钱财的人啊？是我以前太固执了。公公出院后，林妈妈主动提出要小柔和嘉豪搬回家住，家里地方大，你们住外面太辛苦了。再说你公公身体刚好，需要人照顾。小柔和嘉豪商量后，决定搬回林家。这一次，小柔感受到了完全不同的氛围。林妈妈不再对她吹毛求疵，反而处处为她着想。家里的大小事务，林妈妈也开始征询小柔的意见。小柔啊，你觉得今天中午吃什么好？小柔，这个花瓶放在这里好看还是那里好看？小柔，你帮我看看这件衣服配这条裤子行不行？小柔终于感受到了家的温暖，那种被真心接纳的感觉。更让小柔惊喜的是，林妈妈开始主动了解大陆的情况。她订阅了几个介绍大陆发展的杂志，还跟朋友们分享大陆的变化。你们知道吗？现在大陆的高铁网络比我们台湾还发达呢。林妈妈在麻将桌上自豪地说，我儿媳妇告诉我，她老家从县城到省会，以前要坐1天的绿皮火车，现在高铁只要2小时。林妈妈的姐妹们都惊讶不已，真的假的？大陆现在这么厉害了？当然是真的，我儿媳妇不会骗我的。林妈妈维护小柔的样子，让小柔感动不已。这一年的中秋节，林家决定举办一场特别的家宴，邀请亲友共度佳节。林妈妈破天荒的让小柔担任主厨，负责设计菜单，你就放手做吧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东北菜、台湾菜都行。林妈妈说，小柔决定做一桌融合东北和台湾特色的两岸一家亲团圆饭。她准备了台式卤肉饭、客家酿豆腐、东北锅包肉、台湾盐酥鸡、东北杀猪菜、台式三杯鸡、东北大拉皮、台湾凤梨酥等多道菜品。哇塞，这也太丰盛了吧！客人们惊叹不已，我儿媳妇的手艺绝对的一流。林妈妈骄傲地说，她是东北姑娘，做菜又好吃又实在，不像台湾有些年轻人连厨房在哪里都不知道。饭桌上，林爸爸举杯感谢小柔的付出，他说，感谢小柔带给我们家这么多快乐，你知道吗？自从你来了，家里的气氛比以前活跃多了。林妈妈也难得的感性起来，我以前总觉得大陆姑娘不如台湾女孩子，现在我才明白，人不能以地域来评判。小柔虽然来自大陆，但她的品质、她的能力比很多台湾女孩子都强。饭后，林妈妈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，递给小柔，这是我婆婆传给我的玉镯，现在我把它传给你，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们林家的女儿了。这一刻，小柔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泪如雨下。这对玉镯不仅是一件首饰，更是一种认可，一种接纳，一种真正的家人身份。谢谢妈，小柔激动地说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它，也会好好珍惜这个家。小柔和嘉豪的故事在台湾传开了，很多有大陆儿媳的台湾家庭都来请教林妈妈如何相处的经验。林妈妈总是笑着说，没什么秘诀，就是放下偏见，用心感受。大陆和台湾虽然隔着一海，但我们都是中国人，有共同的文化根源。小柔的故事也在当地华人社区流传，很多台湾人通过她的经历，开始重新认识大陆，了解大陆的飞速发展和变化。同时，小柔也向东北的亲友们介绍台湾的优点，环保意识强，公民素质高，服务业发达。其实两岸各有长处，小柔常说，大陆发展快，机会多，干劲足，台湾则精致，人情味浓，生活质量高。我们应该相互学习，取长补短。小柔现在已经在公司升职为项目经理，负责两岸业务往来。她的经历和背景使她成为连接两岸的文化使者。
他组织公司员工前往大陆参观学习，也带领大陆客户了解台湾市场。小柔是我们公司的宝贝，她的台湾老板赞不绝口，她懂大陆也懂台湾，这种跨文化的理解能力太珍贵了。家庭方面，小柔和家豪也有了好消息。今年初，小柔怀孕了，预产期在冬天。林妈妈高兴得合不拢嘴，天天给小柔煲汤补身子。我们台湾坐月子很讲究的，林妈妈说，等你生完孩子，我一定好好照顾你。小柔感动地说，妈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给孩子最好的教育，让他既了解台湾文化，也了解大陆文化，做个真正的两岸融合的新一代。林妈妈欣慰地点头，有你这样的母亲，孩子一定会很优秀的。今年夏天，林家决定组织一次东北之旅，探访小柔的家乡。虽然小柔在福利院长大，没有亲人可探望，但她想带家人看看自己成长的地方，也让他们亲眼看看今日大陆的发展面貌。你不是一直说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很震撼吗？我们一定要去看看。林爸爸兴致勃勃地说，还有东北的烧烤、锅包肉、猪肉、炖粉条，我都想尝尝。林妈妈也跃跃欲试，看着这一幕，小柔心中充满感激。她从一个被拐卖的可怜女孩，变成了今天受人尊重的职场精英和幸福妻子，即将成为母亲。这一路的艰辛与泪水，都化作了今天的幸福与坚强。你知道吗？小柔对我说，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，虽然出身不好，经历坎坷，但最终遇到了真爱，得到了温暖的家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些苦难反而锻炼了我的意志，让我更懂得珍惜现在的幸福。我听完小柔的故事，不禁感慨万千。两岸同胞，同根同源，却因为历史原因和政治分歧，产生了许多不必要的隔阂和误解。但像小柔这样的普通人，却用自己的真诚和努力，一点一滴地消融着这些坚冰。丽姐，你说我的故事能不能鼓励更多像我这样的女孩子？小柔问我。当然能，我坚定地说，你的经历告诉我们，无论出身多么卑微，经历多少磨难，只要不放弃希望，坚持做自己，总会遇到生命中的贵人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小柔笑了，她的眼睛里闪烁着坚定的光芒。我希望通过我的故事，让更多台湾人了解今天的大陆，也让大陆人了解真实的台湾。两岸一家亲，血浓于水。我们的文化纽带是任何力量都割不断的。听完小柔的故事，我不禁为她鼓掌。作为一名从事婚恋服务多年的红娘，我见证过太多跨地域、跨文化的婚姻，有成功的，也有失败的。小柔和家豪的故事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典范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如果你也有类似小柔的经历，或者正在面临文化差异带来的婚姻困扰，请不要灰心。真爱和真诚可以跨越任何障碍。正如小柔所说，两岸一家亲，我们有共同的文化根源，有共同的家国情怀。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故事，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